Apple Watch Ultra 3，我好像找不到什么升级的理由。大家好，我今天呢，现在 Apple Watch Ultra 3呢，终于在事隔2年之后要推出新的版本。那我们知道，先前 Ultra 2在推出之后呢，在去年他们其实只有针对 Ultra 2推出一款新颜色，那不管在功能上还有实际里面使用的处理器都没有进行升级，所以造成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就是去年 Ultra 2使用处理器的版本其实是比 Apple Watch 10还要旧的。那苹果终于要在今年9月推出他们更新版本的 Ultra， 就叫 Ultra 3。那事隔2年，更新幅度会比较大，我们会把目前传闻爆料所有更新的功能都会跟大家分享。那事后再分析我为什么会想换或不想换的理由。那么直接开始吧。好，那首先我们刚讲到心脏，那当然就是这次会更新到最新的处理器，就是 Ultra 3直接会跳过 S10啊，就是去年苹果 Watch 使用那一颗呢，跳到 S11的晶片。那当然在手表上面啊，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已经算是效能过剩，那真正在上面可以处理运算的事情也不多，要那么快的处理器呢，其实这个世代的差距你不会有一个太明显的感觉。但是或许可以因为这个晶片重新的设计，使用更新的版本，整合更多功能在里面，然后同时腾出更多内部的空间，那让你可以增加新的感应器，或者是更大的电池容量。所以换来不只是处理器上面的升级，可能在功能性上面还有续航力上面都会因为这颗处理器而有所改善。好，那第二点呢，就是它外观的萤幕这次也终于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那现在我们看到传出的这个解析度是422×514。那以现在这个 Apple Watch Ultra 上面体积看起来，其实它萤幕的边框还是算稍微粗了一点，所以很有可能在一样的机壳上面，透过增加萤幕占比的方式呢，去提供这个新萤幕。那即使在机壳没有变的情况下，毕竟萤幕实际上就有增大，解析度也增加了，那它在可以显示的资讯上面呢也会更多。那同时在萤幕上面的升级，我们也看到了，在 Series 10上面呢，他们使用 LTPO3的 OLED 的萤幕，他们有更高的刷新率，还有更高的亮度。那这次在 Ultra 3，据说在亮度上面也会有所提升。其实很多使用 Ultra 人都在户外运动，不管是脚踏车、登山、跑步或者潜水的人，那这个萤幕亮度的增加，绝对在对户外使用来讲会更有帮助。那下一个亮点呢，也是在萤幕上面。那这个萤幕不只是亮度的增加，它在可视的这个角度上面呢，也一样会增加不少。那这个带来的好处是什么？你可能在骑车的时候，你不需要让手表转到非常正视你的情况下，就可以清楚看到上面的资讯。那其实，在搭配 Ultra 3这个大萤幕来讲，这样的实用性也会提高。那下一个非常大的重点更新就是卫星连线。那他们预计可能会是第一款有支援卫星连线的 Apple Watch。那这个其实先前在我们 iPhone 其他上面的更新都有看到啊。那就是说，你今天在户外，即使在没有收讯的情况下，它可以透过卫星，你要发出紧急的讯息，或者去拨出紧急的电话。那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没有任何的行动网络收讯或者 WiFi 的收讯，它都还是可以进行连线。那这个如果你们大家有出国，不管是到日本或者到美国的时候，应该在收讯不好的时候，都会看到上面有一个小卫星的符号出来。那这同样的功能呢，他们也会放在手表上面。那因为台湾毕竟到现在还没有支援这个功能啊，但你在国外其实是可以直接使用。那这边说出来是在可以提供这些服务的地方，他们会提供2年免费使用的服务。那当然一般人可能平常没有任何状况，也不会真的有使用它的必要。好，那下一个大更新呢，就是更快的充电速度。那据说可能整个背板都会换成跟现在 S 一样的这个金属背盖，就让整个机壳设计更一体式，同时也可能让它的厚度更薄。那也因为这样新的背盖呢，它可以塞进更大的充电线圈，那可以提升它的充电速度。那以现在 S 来讲，如果你充到80%，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来说呢，那在 Ultra 的第3代呢，也可能有机会压缩在40分钟之内就可以充满80%。那这个对比现在的 Ultra 2，你要充到80%，耗时1个小时来说呢，还是会让你省下不少的时间。好，那下一个更新亮点呢，就是 5G 的行动网络上面，他们就说可能会不再使用 Qualcomm 的晶片，据传啊可能会采用联发科的5G RedCap 晶片。那这个会是首款支援5G 的 Apple Watch。那当然除了使用联发科的这个晶片，在这个使用厂商的转换上面呢，据说这个 RedCap 5G 的晶片呢，它是使用更不耗电的模式来支援5G。本来可能会担心在手机 5G 上面非常耗电的情况下，或许这次在手表其实在支援5G 的情况下。好，那下一点是大家都期待多年的功能啊，但这个我觉得还是先打个预防针哦，不一定真的会有，那就是血压侦测。那据说 Ultra 3可能就是苹果首款会支援血压侦测的手表。那血压侦测这个功能，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在很多其他厂牌智慧型手表都已经有支援，那甚至可能2-3年前都已经有。但是也要先说，这种血压侦测功能，它毕竟不是透过血压的手腕带去进行加压的侦测，所以它的准度上面还是会有一点点差距。那它可能会依赖你要使用血压计先做第一次的校正，那可能它中间在量血压的时候，可能也会随时隔几天会提醒你说，现在可能要再去对一个血压计再来去做一次校正。它并不是说你今天可以长期带出国使用它都可以取代血压计的一个用法，毕竟因为它不会是医疗器材的等级，所以这顶多是做到一个提醒的功能，警觉跟你说，你现在可不可以去找一个真正血压计来测量血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所以这不方便性其实就是你要常常做校正，然后你还不能确保它的数值是正确的情况
况下，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辅助性的功能。那如果同时真的是要达到医疗等级的话，其实它的规范在各国的法规在推动上也会更加的困难。好，那最后再来跟大家分析我推不推荐买或我自己会不会更新。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就是 Ultra 的使用者，那手上可能有 Ultra 1或 Ultra 第2代的话，我不会觉得这次的更新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亮点会让你想要去做更换。那我觉得除非在健康侦测上面真的有这些血压侦测的需求，那或者是我有朋友他们就常常在国外去登山去户外运动的人，那我觉得卫星连线这一点呢，可能对他们的使用情境下，就真的会在安全上面有一个保障。那在其他部分，不管是说可能萤幕解析度更高一点萤幕更大，萤幕更亮，那甚至是5G 网络这些上面，我不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那除非在血压侦测上面，排除我刚刚讲的说跟其他厂商一样用的这种你要连着血压机做侦测的方式，如果苹果真的有开发出一个表带可以串联它使用，真的可以用准确的方式来测量血压的话，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那同时我更期待的应该是在续航力上面的进步，因为我的 Ultra 第1代其实用到现在2年左右，它的电池站有点衰退之外，但是我先前带它出国的时候都一直不是可以非常信任它，说我今天出国可能2天3天可以不用带充电器。那像我上礼拜出国，我可能总共才过了14个小时15个小时，它的电量就剩下54%。那这个很明显的，我可能在睡完一觉到第2天下午的时候应该就没电了。那对比很多家厂商，不管说他们今天手表上面可能更省电，或者说他们提供的这个省电模式可以同时支援更多功能的情况下，那有手表可能5天7天，那我上次用的 Garmin 那一款7天都不用充电，但是它还是随时都在做这些健康侦测的功能哦。那我会觉得苹果在这个方面，或许如果你取舍上面你的 WatchOS 真的是这么繁重，需要跑那么多功能的话，那你在开放真的更使用省电模式，那同时它又更省电，那我会觉得以 Ultra 的等级来讲，至少有一个模式让我们5天不要充电，应该不算是太苛求。所以如果以上这2点，血压侦测还有它的续航力真的有非常大的提升的话，我才会考虑把我手上的 Ultra 1换成第3代。那其他部分的话，真的我觉得倒是还好。那至于一般人，我会比较推荐买一般的版本还是 Ultra 版本。那其实非常明显啦，就是上述这些运动功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需求？那其实很多运动功能，如果你没有要去潜水的话，或是很准确的这些 GPS 定位的话，其实一般 Apple Watch 都可以支援这些功能。那在实际上的续航力上面呢，他们两者差距又没有大到让你觉得说，需要去多花那1万多块去买它。所以以一般人使用情境，我还是比较推荐买一般的 Apple Watch 就好。OK， 那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Apple Watch 11或是 SE 3有什么更新的话，我们可以再另外来讨论，因为好像目前问到这2款的人都是比较少。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想讨论的都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跟我们下次片见，拜。